前段时间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障，这女 NPC 领导发现，谁的电脑都可以跑满宽带，就她电脑只能跑个2-3兆，眼下除了我过来维修过，就再也没有人动过网络了，所以就喊我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我过来测了下网速，确实只有20多兆，我很清楚这边的设备都是1000兆的，所以我就怀疑是网线的问题。于是我就看了下电脑的速率，100兆，我感觉是网线打错了。我测一下吧，在这里面看一下网线，不是这头打错，就那头打错，或者都有打错。这里我拔了网线，看了一下寻头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网线确实打错了，正确的顺序应该是白橙橙，白绿蓝，白蓝绿，白中中，它却打成了白橙橙，白蓝蓝，白中中，白绿绿，这也难怪它这边网速这么的不好。所以这边我就上寻迹，先把这条线找出来先。这寻迹已经加入了橱窗，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入手一把。我通过寻迹很快的就在楼下找到了这条线，我看了一下寻头，它另一头确实也是错的。以前经常有人说这一头打什么颜色，另一头就打什么颜色。虽说这种打法它能用，接上寻迹对线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但是这种打法已经破坏了网线的双角原理，只要距离一长，它的网速就会掉的特别厉害，所以网线呢还是得按照正规打法才行。既然问题找到了，那么我就给两边重新打了寻头。打完寻头，我就把网线接回电脑，然后我看了一下电脑的速率，现在电脑由之前的100兆速率变成了1000兆，原为这事就结束了。但是我重新测速的时候就傻眼了，还上不来，怎么我换了个寻头，网速还掉了一半？好在第二次测速网速又回来了一点点，但和之前的网速基本差不多，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电脑网卡问题吗？有可能电脑网卡问题啊。我试一下。没，我拿我电脑来试一下。当时我有点怀疑是客户的电脑出了问题，为了排除是不是这个原因，我就拿电脑出来试了下。你电脑网卡？下面那个也换了是吧？那对，下面那个也换了，有可能是你电脑网卡问题啊，因为这线一般没人动。这里换上我电脑后测的网速也差不多，那应该还不是他电脑问题。这时候我就得怀疑他们总体网络正不正常了，所以我就随便去个房间试了下，没有限速这一说啊。这里我测了下网速，基本可以跑满宽带，那整体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所以我只能回到那房间继续查找原因。别的就正常，是吧？对啊，其他的就正常。是网线问题了，你看。就网线问题。哇，你这个打开这么慢吗？对呀、一直在刷新，现在才刷出来。对呀、前面得5-6秒才出来。你这边有空吧？有空。有空，那我去慢慢找。没事，不影响。我这确实1000兆的，我再测一下。你得100才行。这就很奇怪，明明是1000兆的速率，为什么到了这里只能跑个10几兆？为了查出原因，我就把我电脑带到手机柜那边试了下。这边电脑接上了交换机，测了下网速，发现这里的网速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只有10几兆的网速，看来根本问题出现在了这里。这个交换机的网速有点不对劲，我仔细看才发现，它只亮了3个灯，除掉我电脑的，还有之前楼上的，那么剩下的就是主线了。这也难怪整个公司只有他电脑网速出了问题。这里我就拔了交换机的电源，然后看了一眼路由器，发现5号口灭了，那么这5号口就连接交换机的主线，于是我就检查了下5号口的网线。就在这时候，一切真相大白了，感情这主线打的也是错的。当时我还纳闷得很，这跳线哪来的？我马上看了下去年的录像，发现之前并没有这条跳线存在，然后我又看了下上次过来的录像，发现这条线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，估计是那时候网速给掉了下来。当时我正在修复全体网络，所以就没有顾及到还有这条跳线。但是有一个让我疑惑不解的是，
通往楼上的寻头他打的也是错的。这3年来应该会被无数次发现才对，但是领导和我说，他之前的网速一直都是很好的，只是近期网速才变成了这样。其实这个还是挺难解释的，也许领导说的是对的，毕竟实战中很多东西没办法用理论去给他讲通。总之网线必须要按照规范的打法来行。好了，本期案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你看一下吧，我知道我说对。这期来粉丝家查下网络，根据他之前描述，他们家的 WiFi 偶尔会卡下，但时间很短就恢复了，所以找我过来，看看能不能找出原因。我在热电箱里面看到一个光猫和一个 AC 控制器，其中这条胶布接过了线，格外的引起我注意。为什么会打4星？这个接这里又是干嘛的？接的什么？光口3。开始我还以为这个是 IPTV 口，但是我来到客厅却发现网线1分2全接 AP 上了。当然也可能是我看错了，所以就拔下这网线接到电脑上验证了下。那按理说接上去可以直接上网，直接进联通的光猫。可以上网，直接就进了联通里面了。那这样接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，而且只能会让它变为白噪。这里我还是挺疑惑的 ，AP 的烂口居然接到光猫的烂口上，这样让 AP 掉到白噪不说，还可能会扰乱整个网络，所以我这边就把网线给剪了，重新给寻头打成8星。黑了。打完寻头，发现每次测速波动都非常的大，有时候400兆，有时候700兆，就是一直没有跑到1000兆过。这个具体什么原理，我后面再讲。接着我来到2楼，我发现这2楼的 WiFi 怎么连都连不上，这还是我手机贴的 AP 连接的，看来这 AP 存在问题了。我把它拆了，检查了下网线，网线倒是打的没问题，我也拿寻线仪给网线对了下线，一到8星也是正常的。为了验证是不是 AP 的问题，我就把网线插上电脑试了下，结果发现网线接上去压根就上不了网，看来是网线出了问题。得找上你这线了，你这线呢一直都不通网，只通电，所以难怪你会这么卡。你连的是隔壁的而已。你现在再看一下你手机，是不是还在连上？对不？你还在连上啊？等一下，还是满格信号。我看到它是到哪里的。你这里还有个热电箱应该是在这了，错不了，在这里。大伙留意这个 link 口，它很可能是主线，目前的灯是不亮的，所以这交换机10有89没有网络。我试一下这交换机有没有网络，估计没有。有网啊，有网啊。亮了，突然又灭了，难怪你主线不好。看来他们网络卡顿的原因找到了，原来是这主线时好时坏的缘故，而且我还发现其他网线也出现灭灯的情况，一般都是寻头做的不好的缘故，索性我就把这些寻头都给换了。交换机的寻头换完后，接着就到 AP 这边的寻头了，但是我拆开就发现 AP 这边的寻头裂开非常严重，这也难怪网线忽亮忽灭了。但是我后面换寻头的时候我就后悔了。哇，还动不了，一动的话全部垮掉，这怎么打？全部粉掉了。我是想不到这线一碰整个外皮都碎掉了，后面把它剪掉再尝试了下，尽管我已经很小心了，但是还是避免不了破皮的情况，这种线根本就不能用了。后面打算给它换这条线，但这线根本就拉不动，所以只能老老实实的重新打寻头了。这还是挺好用手法的，如果这次也破皮了，那么这网线就废了。好在后面有惊无险的给它打上了寻头，就这样全部的网线就再也没有出现灭灯的情况。接着就说一下他们家的 WiFi 为什么跑不到1000兆。我们看这设备写的是 AC 1200双频千兆，其实这种属于5000兆，它采用的是80211 AC 协议，所以它的频宽只有80兆赫兹，这种是怎么都跑不到1000兆的。好在它1楼的光猫具备160兆赫兹频宽，所以我就连接上测速给大伙看一下。900，1000，看见吗？所以它想跑1000兆还是得换设备。不过我和他说几百兆也够用了，只要不卡就不要纠结能不能跑到1000兆了。好了，
本次检修就到这里了。